这个满脸血迹的逃兵正在拼命奔跑，因为身后跟着一整车德国士兵，他们吹着小号，开着枪，显然是在玩弄眼前这个垂死挣扎的猎物。逃兵见前面有片树林，想都没想便一头扎了进去，汽车没法过去，追兵们只好下车。军官赶紧拿起枪瞄准，却没有打中。此时的逃兵已经跑远，很快军官也追了上来，逃兵赶紧躲进了一个隐蔽的树洞，而追捕的长官恰恰止步于此，看来是他命不该绝。军官并没有低头查看，他就是未来臭名昭著的刽子手赫罗德。这部电影没有一个恐怖镜头，但恐怖程度丝毫不亚于恐怖片。此时距离二战结束还有2个月，而战败的德军早已军心涣散，逃兵数量越来越多，赫罗德就是其中一个。很快他就遇到了另一个逃兵，饥寒交迫的2人来到一处农舍偷鸡蛋，这时家畜突然叫了起来，吵醒了农场主。同伴直接被农场主活活刺死。看到这一幕的赫罗德被吓得不行，连忙逃离这所鬼地方。走着走着，他就在路边发现了一辆报废的军车。赫罗德在箱子里发现了一套军装，看样子应该是一套上尉制服。他想都没想，直接就穿在自己身上。擦拭掉脸上的血迹后，就开始认真扮演这个角色。Renn, ich will, dass du rennst. Na los, lauf. Lauf dein Leben, du kleines Schweinchen. Na los, lauf. 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，赫罗德一回头，看到一个落魄的老兵走了过来。老兵说他跟自己的队伍走散了，希望能成为赫罗德的下属。身为逃兵的赫罗德一眼就看出这人是个逃兵，但他却没有点破。逃兵为表忠心，主动请缨帮他修好了汽车。这时的赫罗德终于意识到这身军装的作用，于是他便接受了这个老兵。为了解决现在的吃住问题，他们找到一间客栈。刚进门，赫罗德就大喊元首的口号，可这里却没有一个人理他。显然德军早已尽失民心。很快赫罗德就想到一个应对办法，他装模作样拿出笔记本，谎称自己是元首的特派员，说他专门负责调查民众的损失，以便战后付出相应的补偿。一听这话，群众态度瞬间转变，人们纷纷报出自己的损失，店主也拿出了仅剩的烤肉。可饥饿的老兵很快就引起了店主的注意，元首的特派员还能给饿成这样？赫罗德也察觉到老板的异常，只能强忍着饥饿，用刀叉慢慢品尝食物。即便如此，依然没有打消老板的顾虑。他抓来一个逃兵交给赫罗德处置，想以此验证他的身份。这个逃兵假扮上尉，看着同样身份的逃兵，虽然有些犹豫，可如今为了现在的身份不被怀疑，他直接开枪崩了那位逃兵。从这一刻起，他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转变。赫罗德也意识到了，如果继续留在这，身份迟早会曝光，所以第2天他们一早就离开了这里。他们开车来到一处农舍，这里有3个逃兵正在享乐。赫罗德一进来就大声呵斥这些人。士兵们看到这身军装，纷纷放下了武器。可为首的士兵看到赫罗德的军装并不合身，应该是猜到了这个上尉是假扮的，但他并没有点破，还表示他们可以追随赫罗德。在路上，他们又收服了2名炮兵。就这样，他的队伍越来越壮大，赫罗德的权力也越来越高。汽车没油了，他会让士兵们上前拉车。这个为首的士兵受够了这个冒牌货，掏出枪就准备干掉赫罗德。就在2人僵持之时，身后来了一伙宪兵队，他们有着查看士兵证件的权利。赫罗德顿时就慌了，因为他这个冒牌货哪会有什么证件？他只能一本正经地表示他在为元首执行秘密任务，说着又表扬了宪兵队的工作态度。就这样几句好话，赫罗德就给他忽悠瘸了。队长还邀请赫罗德去自己军营参观，这里是专门关押逃兵的监狱。负责人一听赫罗德是元首特派员，立马抱怨这里的难处。由于战况不利，抓捕的逃兵越来越多，而监狱早已经人满为患，可他们又无权处置这些逃兵，所以他想让赫罗德出个主意。此时赫罗德非常清楚，必须要彰显出自己的价值，才能让自己的上尉身份更加牢固。可当他来到牢房，又不知该如何审问这些逃兵。此时一个手下擅自殴打逃兵，对于此事赫罗德选择规避，没想到那位手下直接就打死5位逃兵，这让有着处决犯人权利的军官十分生气。他要求查看赫罗德的证件，可这里的负责人为了拍马屁，他联系上级汇报了此事。经过层层权力的施压，没想到他们将监狱处罚犯人的权利真就交给了赫罗德，而他又会如何对待那些犯人呢？当一个逃兵拥有了上尉的实权，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。他开始对那些同为逃兵的犯人大肆屠杀，将犯人们一个个赶进坑内，然后他内心有恐惧到呐喊，而在外表下又装作镇定。当一个逃兵被欺压久了，一旦让他拥有了实权，就会将那些同样身为逃兵的人展开报复。很快他们就处罚了上百条人命。追随赫罗德的老兵是唯一一个仅存一丝良知的人，赫罗德让他解决掉坑内还有几个奄奄一息的人，在这里他不允许有怜悯之心的人存在。他还将4个犯人绑在一起让他们跑，可当犯人刚逃跑，他却开了枪，一个犯人倒下，其他3人也变得迟缓。这时他把枪递给了身后的逃兵，让他们互相残杀。另外一个犯人下不去手，直接开枪结果了自己。现在赫罗德的身份不会遭到任何人怀疑，还让手下去修剪他不合身的裤子。裤子之前有点长，不过现在越来越合身了，只可惜好景不长，这里遭到了敌军的轰炸，整座军营瞬间化为废墟。也许是他命不该绝，只有赫罗德和他的6位手下侥幸存活。
后来赫罗德和他的手下开启了小法庭，杀了市区内投降的市长，然后大肆抢掠百姓。在这里，他们尽情享受着最后的狂欢。很快，宪兵队逮捕了他。原本赫罗德肯定会被判处死刑，可没想到法庭上的高官竟然欣赏赫罗德的领导能力，最后派赫罗德去前线将功补过。可在服刑期间，赫罗德从窗户逃了出去。他来到一处森林，这里遍地都是白骨，这是历史上的真实故事。影片最后，赫罗德被英国海军抓获，并被处以死刑。当一个逃兵获得了权力后，并不会体会同为逃兵的感受，而是会把自己所遭受过的欺压加倍发泄在那些同为逃兵的人身上。可以看出，人性真的经不起考验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，我是用心，我们下期见。